那有9位朋友想要问说，要怎么样跟我一样聪明哦，以及怎么样子增加智商哦。我觉得就是要睡够，那这是最重要的，没有其他的。那在睡够之后，那我建议就是尽量把你的时间花在你真正感兴趣，而且对其他人有好处的事情上，有公共利益的事情上。前者是因为内在的动机比外在的动机要来得长久。后者是因为如果别人也感兴趣，对别人也有好处的话，那你自己比较不需要承担全部的资源跟投资，你可以很容易的透过众志成城这个集资等等的方法来达到你的学习的目的。那如果对大家有公共利益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在取得这些素材的过程里面，你也不用去问的，因为大家大概都是已经用共创的方式来分享这些材料、这些教程、这些素材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你一个人的智商啊，你是建立在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的众人的智慧、集体智慧的这个立场上面。其实我觉得个人的处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如果看起来好像我发明了很多东西，有很多很好的主意的话，其实我每次都会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口罩地图是台南的2位这个朋友发明的，吴展伟跟江明宗。那我们简讯实联制 QR Code 是在 G0V Slack 频道上2位诚信网友发明的。那我们所有的其实在疫情期间看起来好像很棒的这些点子，其实都不是我自己的主意，并不是我智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刚刚所讲到的这些公民科技的社群 G0V 的 Slack 频道等等，大家整天都在上面去分享，包含自己做的以及国外做的各种各样子的做法，从口罩到疫苗到 contact tracing 到实验制都是如此。所以呢，是这整个社群的即时互动有智慧，而不是某一个里面的特定的个人有智慧。所以你睡饱了之后，当然就没有玻璃心的问题，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一个比你本来想的更好的想法，你就完全放下面子问题，你就说，哎，对啊，太棒了，你行你来，那不如就用你的方法吧。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真正的站在集体智慧的这个方面，然后一起来进行创新哦。所以不是个人的智商，而是集体的智商。当然，在这个中间去善用我们这些亲社会 pro social 的这些社群媒体，包含刚刚讲到 Slack， 我们现在的 Google Meet、GatherTown、Slido、Polis 等等，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哦，您怎么样子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来回答大家这么多元的问题哦？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些题目是大家所关心的题目，所以之前像转蛋，我们也开过协作会议，也有5000人以上联署，那我也很完整的看了当时的逐字的记录。虽然我自己没有去那场会议，但是包含事后立委助理对这个的讨论我都有收到各个面向的做法。所以因为每一个议题都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如果你专注在某一种解决方案、某一种领域、某一种科系上面的话，那你就不太容易去所谓选哪一边站。但是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任何一方面我竟然看不懂，觉得匪夷所思，那一定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他的问题。我就进一步会去了解他的痛点在哪里，才会提出这种想法。所以我在脑里本来就有对于每一个题目非常多的不同的立场，但是呢，我的回答都是来自于我可能睡够之后整理出这些立场的共同价值。那所以透过共同价值来回答，我觉得再多元的问题大概都是彼此互相加强，而不是变成好像彼此抵消。就是我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比战哦，要辩倒任何人，相反我是想要想出一些空间、一些互动的方法，去确保大家的能量不是彼此抵消，而是想出一些像刚刚对游戏厂商、对游戏玩家都好的一些社会规范出来啊。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一个遭受脑波攻击的朋友跟28位他的好伙伴就问说，请问您为何能够在演讲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够表达如此清晰，而且有条不紊的给予答复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会在脑里打断自己，我也不会在脑里分心想别的事情，所以我整个认知的频宽就脑里同时跑的那7个线程，全部都是放在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跟就是感受大家的反应上面。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当然第一个我有睡够，这是真的。但是除了有睡够之外，睡不够我做不到。除了有睡够之外，也是日常的训练。大家可能知道用的是番茄钟工作法，那意思就是说30分钟里面只有最后的5-6分钟是休息的，那前面都是专注的。而前面专注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现在在演讲，所以才就是没有跳出任何这个新的讯息通知或者是提示音什么，我平常就没有那我是非常习惯这种完全没有打扰的情况。事实上，我今天来这边连手机都没有带，所以我是借你们的无线网路。那这个在现代社会是真的不容易的，大家很容易就会被手机稍微响一下，稍微震动一下。那你脑里本来放了7个东西，那但是你因为被打断，所以你可能要分2-3个去处理刚刚被打断的这件事情。当然，打断的不一定是什么大事，这个2-3个就概念就可以解决掉。可解决掉之后，你就被那个绑住了。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的认识频宽就剩5个 slot。那你如果再被打断一次，就剩2个 slot， 那这个时候大概什么大事都做不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真正有什么注意力缺失的症状，但是大家表现出这个症状，就是因为认知的频宽全部都被这个打断用完了。所以我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所有我的同事都知道说，不可能在短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找得到我。那任何他传来的讯息，email什么之类，我只有到可能24-25分、50-45分的时候才看。那但是呢，当然我也会回，并不是不回。可是这个时候呢，等于他也有20几分钟的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接近一份完整的 email 的这个情况，而不是说就是一直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中，然后就是越来越多你的认知频宽被他抢走，而且抢不回来的这个情况。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不让自己无目的的被打断。那我如果20几分钟的工作时间里面，我18分钟，我就已经做完了这个工作的话，我剩下来这个时间可能还有6-7分钟的时间，我绝对不会自己把自己打断，而是我回去看说，我刚刚还有哪些想得不够清楚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或者就真的就是让自己跟那个工作的成品稍微相处一下，也不一定要改什么东西。那这个情况下才有一个节奏，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我的同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知道说，我可以提早被打断的话，那所有人都要提早打断了。所以我是非常有纪律，就是真的到最后那4-5分钟的时候才会去看说，好，那最近半小时发生了怎么样子的事情。那当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之后，自然可以非常在工作的时候专注在当下，然后脑里完全不会放什么别的东西。那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所谓心流嘛，这个 flow 的情况，那所谓清晰有条不紊等等，那么就是刚好而已所以并不是就是多么厉害，而是就是有舍才有得，就是让大家没有办法那么瞬间的及时的打断我，找到我，那去换来说我在工作那20几分钟里面是可以稍微比较专注的有31位朋友们问说，好奇念问题的时候是脑袋里有什么思考情形是不是边说边想因为总不好快就回答出来是这样没有错，而且我是边想边讲，就是我基本上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反应很快，就是因为我在脑里并没有花时间 censor 我自己，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想到一个什么讲法，然后我觉得这个不行，不适合这边什么之类，然后把它删掉，然后我再换一个讲法，我会这样子。那所以几乎都是我脑里出现什么一句话，那就好像这句话在我眼前一样，我只是把冒在脑里的一个念头放到眼前的一句话，好像念出来一样，念出来给大家听。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反应，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个习惯是在没有任何别的打扰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讲到一半，那突然之间我手机开始震动，有一个新的讯息进来，什么有人又贴了一个什么这个表情符号贴图什么之类，我也没有办法继续讲，因为我的 working memory 就会有一些部分要来处理这个打断的情况。
况。所以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一向都是大家可能听过嘛，用番茄钟的方法，就是任何我的同事都知道，从整点开始到可能24、25分都不可能打断我，也不可能找到我。他不管送什么讯息来我手机，绝对都不会响啊，因为我是到就是半点钟之前的那4、5分钟才会看东西，才会跟人互动。那所以我就是在脑里随时都有一种，现在好像已经快要整点了的那种感觉哦，现在应该也50几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把跟人的互动，就是看讯息、看社群媒体、看 Twitter 等等，都限制在这种半点钟的5分钟的休息时间。那所以我在那24、5分钟的专注的时间，就番茄钟里面的时候，基本上脑里就是完全专注那件事情，而不会有任何别的事情。那当你的整个 working memory 只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时候，自然不会有自己在脑里打断自己的这个情况，那就很容易做到说，想到什么就好像眼前看到什么，眼前看到什么就直接念出来，就即问即答这样子。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哦。那有19位朋友们问说，太聪明有什么困扰哦？我觉得都还好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我自己了，因为不管是认知能力就是比较快了解等等，造成了什么困扰？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都把自己从出社会，也就是14岁以来，都放在一个任何团队加我一个人都会比较好，我不需要把既有的任何一个人抢掉。那我有我在的团队，任何一个人进来也都会比较好，我也不会觉得说我的这个位置不要被人抢走，都不会这样，因为我的工作是就 purely facilitative， 就是纯粹辅助式的，所以就是那个叫什么黑子的篮球还是什么，就是说是帮助大家去让就是交易成本减低的那个工作。那当然在一个团队里面有交易成本减低的这样子一种角色是多多益善的，因为交易成本越低越好 ，within 团队绝对是越低越好。所以不管是沟通成本跨部门协调成本等等，那我的专长大概就是设计互动的空间，然后像刚刚讲到的很难打脸都只能打输的这种空间。那 Slido 事实上就是这样一种空间嘛，你可以发现说是吵不起来的。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问题，你根本不可能打脸他，因为第一个他是匿名的，你连他是谁，我人都不知道；第二个他根本没有回复的按钮可以按，所以你想要回复他也做不到。那这两个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一个你觉得更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开始跟你的左邻右舍拉票。那这个就是一个 pro-social behavior， 就是一个亲社会行为。那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透过这样子的设计，反社会行为就很难发生。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设计亲社会行为的空间嘛，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会变成说好像我先了解到某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下命令给其他人，然后觉得他怎么听不懂，不会有这个问题，也不会有说别人下命令给我，然后觉得说那这为什么我总是出自己的主意不执行上级交办，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上级交办，所以我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不是 for the government， 所以就是跟我的这些同才一起工作。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在加入政府这5年多来，我应该没有下过一次命令也没有接受过一次命令，就是纯粹辅助式的这样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里面就很难有所谓的挫折或者困扰或者怎么样，但那是因为我从出社会以来对自己的工作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定位